店爷爷们给小树上的塑料护栏进行了加固。瑞宝在树上抱着塑料护栏啃咬着，表示啃不动，根本啃不动，啃半天嘴都啃累了。而此时爱宝正在和辉宝贴贴，爱宝这样子像是在哄孩子睡觉一般，一副母慈子孝的画面。最让姨姨们共情的是，爱宝不会忽略一旁的瑞宝，爱宝给辉宝叼到了床上，母女三个一起玩耍。调皮的辉宝在妈妈身下不断的折腾，最后掉下了小木床。爱宝见辉宝不听话，于是便又陪伴上了瑞宝。爱宝一下将瑞宝扑在怀里，和瑞宝亲亲。爱宝注视着瑞宝的样子，眼神里满满的爱。而从小滑梯上滑下来的辉宝去到了小泳池里忙活了起来。爱宝带孩子带得有点累了，一侧身躺了下来，瑞宝躺在妈妈前面，母女俩一前一后，一大一小。瑞宝躺在小滑梯上，看着窗外的姨姨们，画面很是有爱，温馨的画面，萌化每一个来看瑞宝和辉宝的姨姨。一会儿，爱宝吃饱后来到饮水盆前喝水，而此时瑞宝也醒了，看到妈妈和妹妹都在下面，抱着小滑梯便从上面滑了下来。瑞宝的小滑梯玩得很是丝滑。下午，宋爷爷来到园区，发现瑞宝藏进了园区的花丛里。瑞宝和爷爷玩起了捉迷藏，两个爷爷今天轮番照顾姐妹俩。一会儿宋爷爷离开，下午快要下班时，江爷爷又走了进来，江爷爷拿出手机给姐妹俩拍照。而此时的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一猜爷爷就是来接自己下班的。辉宝对爷爷讲，自己才不要回去。辉宝试图给自己藏起来，辉宝藏到树后面后，又感觉这里不太安全，又立马爬上独木桥，往更远处跑去。四只小脚倒腾得很快，但就是底盘不太稳。辉宝摔摔打打的来到小木床上，将爷爷防止辉宝跑远了，将手机装好，熟练的给辉宝搂进怀里，然后将其抱起，抱着辉宝回了家。而辉宝在爷爷怀里满是抗拒，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不情愿。今天江爷爷和福宝的帅护卫一起来为福宝打扫园区，江爷爷特意检查了一下树上的枝干还结不结实。打扫完园区后，江爷爷又为福宝搬来了新的竹子以及丰富的小零食，而在躺椅上还放了很多根竹笋。一会儿福宝出门营业，福宝开心的扭到小亭子旁。福宝今天下午情绪明显好很多，上小亭子时都没有用爬梯，而是借着小树干3、2下就爬了上去。吃完爷爷准备的小零食后，福宝来到了小躺椅上，福宝开心的翘起小脚丫，坐在躺椅上大快朵颐着。福宝吃完竹笋后，乖巧的坐在一旁吃着竹子。福宝此时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孩，自己在跟自己玩，玩累了，福宝就会爬到树上休息一会儿。经过1个小时的午休，福宝从树上醒来，福宝来到小躺椅上醒了醒盹儿。福宝此时也没事情干，便来到了门口等待爷爷的开门，自己好下班回家。等的时间有点长，福宝无聊的躺下来休息。今天的福宝很是乖巧，没有因为爷爷长时间不给自己开门而感到生气，而是一直乖乖的坐在门口等爷爷。福宝今天在室外的树上睡过头了，宋爷爷本来想进来叫福宝起床的，但先是被福宝的样子可爱到了，拿出手机先悄悄拍了几张照片。照片拍完后，爷爷走进园区叫福宝起床，但福宝此时睡得比较沉，没有听到爷爷在喊自己。爷爷这次没带小零食，拿起一根竹子，试图用晃动竹子的声音叫醒福宝。爷爷尝试了半天，福宝依旧没动静。宋爷爷放弃了，打算让福宝睡到自然醒。谁知爷爷刚走，福宝就醒了。福宝这次太不给爷爷面子了，但醒来后的福宝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。过了一会儿，宋爷爷又回来了，再次尝试叫福宝下来。在爷爷的不懈坚持下，福宝终于从树上下来，来到室内园区。爷爷早已为福宝准备好了竹笋，福宝坐在躺椅上惬意地吃着竹笋。福宝吃着竹笋时，这时有游客叫福宝。爷爷之前表示游客们叫福宝，福宝是不会回头的，没想到这次有游客叫福宝，而福宝却宠粉般的回头了。福宝吃完竹笋后，又拿起了身旁的竹子，吃着吃着，福宝把屁股放在了竹子里，拉起了青团。可以看出福宝这应该是吃饱了。吃饱后的福宝像往常一样来到树上，开始自己的午觉时间。这2天全职的福宝明显没有刚开始那几天情绪高涨了，果然就连玩耍变成了工作，都会对其失去兴趣。爷爷看着情绪不高的福宝，给福宝送来了一块胡萝卜。福宝这时正坐在躺椅上想着什么，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了爷爷的声音，直接从躺椅上弹了起来，爬上了树。福宝趴在树上，先是看了看爷爷给自己拿了什么好吃的，发现爷爷给自己准备了胡萝卜，立马从树上下来。只有吃小零食的时候，福宝才不会感觉到无聊。而从这角度看，福宝头顶的小揪揪居然不见了。吃完后，福宝感觉有点塞牙，福宝用自己的小手给自己剔了剔牙，真是可爱极了。
美美的饱餐一顿后，福宝来到冰床上给自己降温。夏日炎炎，没有一个小熊能抵挡住冰床所带来的凉爽。福宝在冰床上不断的翻滚，要让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得到充分的降温。福宝蹭着蹭着就给自己蹭到地下了。中午下班，福宝回室内休息。宋爷爷来到园区，为福宝添置新的竹子以及小零食。宋爷爷的摆盘总是充满了艺术感，竹笋上面插了一根竹叶，一下就使其充满了食欲。刚休息完后的福宝不再像上午时那般沉重，福宝吃着吃着便躺了下来。福宝这躺在躺椅上吃竹子的样子，像是人类幼崽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样。今天江爷爷在给福宝打扫园区时，又发现了意外收获，是一根老竹子。爷爷表示，福宝的力气真是越来越大了。爷爷将新的竹子和小零食放置好后便离开了。福宝从门里走出来后，一眼就看见了爷爷放置的一大块胡萝卜，开心的坐在小亭子上吃了起来。福宝今天的心情很美丽，在小亭子上吃完后，来到妈妈的小花园闲逛。福宝看上了妈妈小花园里面的一根竹竿，爷爷本来是用这根竹竿给植物当固定物的，福宝看上后便将其拔了出来，品尝了一下其味道。福宝浅尝两口后，发现味道并不怎么样。福宝继续在园区里闲逛，又盯上了一根园区里的观景竹。福宝激动的伸手就要去抓，但没注意到身后是自己的小水池，一下给自己摔了进去。福宝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土，表示没事，再来。福宝再次将竹子拉了过来，然后在竹子上打了个滚，试图将其折断，再也起不来，结果被爷爷种的小树给挡住了。福宝在破坏小树的边缘徘徊着，好在最后理智战胜了冲动。福宝来到了树上，趴在树上休息了一会儿。爷爷给福宝递了根竹笋上来，福宝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吃着竹笋，画面不仅夏日满满，还很治愈。今天天还没亮，江爷爷便来到福宝一家的房间，查看他们的状态。而此时福宝已经醒了，看到爷爷来了，立马凑到爷爷的身边，和爷爷问好。确认福宝状态没有问题后，爷爷来到自己宝贝女儿的房间。爱宝听到爷爷的说话声音后也醒了过来，但爱宝小床上的竹子以及小零食，爱宝一点也没有吃。爱宝现在每天只想睡觉，但是爱宝的状态也属于怀孕期间的正常现象，并无大碍。看完爱宝母女俩后，江爷爷来到了乐宝的房间。乐宝此时正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埋头呼呼大睡，不管爷爷在旁边说什么，乐宝都像是听不到一样。江爷爷观察完福宝一家的状态后，又返回了爱宝的房间。江爷爷觉得爱宝的床现在放在这里有点危险，现在爱宝需要的是室内宽阔的活动场地，而小木床反而占了爱宝的活动空间。江爷爷叫来另一个饲养员，一起将小木床给搬了出去。而且对于大熊猫来说，夏天睡木床反而更热，睡地板会更凉快一些。爱宝简单吃了些窝头后，开始在房间活动。江爷爷看着爱宝趴在地下的状态，感觉没有了小木床，爱宝在房间里活动起来方便了许多。一会儿，爷爷来到室外，看正在营业的福宝。福宝此时正在树上晒太阳，爷爷喊福宝下来回室内。爷爷表示今天太阳太大了，天太热了，室内要凉爽很多。但福宝并没有听爷爷的话，而是一直坐在树上晒太阳。晚上，江爷爷下班前又来到福宝一家的房间，查看了一下福宝一家的状态。福宝正惬意地躺在床上进食晚餐，舒适感满满。而爱宝这里，江爷爷则拿来了许多的小零食，希望爱宝能多吃上点。当爷爷来到乐宝房间时，乐宝正在拉青团，拉完青团后立马来到江爷爷身边。江爷爷拿出一根大竹笋对乐宝进行投喂，乐宝乖乖坐在栅栏前吃了起来，时不时还抬头看看江爷爷。而当爷爷忙完一切准备回家后，外面的雨也停了。虽然爷爷现在下班了，但路上还不停地念叨爱宝最近的饮食和身体情况。爷爷为了福宝一家的健康，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呀。晚上，宋爷爷来查看福宝一家的状态，发现福宝还没有睡着，正躺在栏杆旁打滚，而乐宝正在福宝的隔壁吃竹子，但福宝看不到爸爸的样子，只能听到爸爸吃竹子的声音。不过福宝偶尔也会趴在门下的缝隙里，试图看看爸爸在干嘛。福宝对他这素未谋面的父亲深感好奇，而爷爷则在旁边为福宝解释，住在旁边的大熊猫是他的父亲。福宝越听越好奇，父亲是个什么东西？福宝再次趴到栅栏前进行查看。爷爷来到乐宝的身边，告诉乐宝他的女儿正在偷偷观察自己，夸赞乐宝很有魅力。而乐宝却无心回头查看自己的女儿，只想安静地吃手里的竹笋。宋爷爷只好将福宝引到另一个房间，爷爷给了福宝一个竹笋，福宝这才转移了注意力。宋爷爷可爱地表示让福宝少去那个房间，然后宋爷爷又好奇福宝刚才的视角是什么样的。宋爷爷将福宝引到隔壁房间后，偷偷关上了门，自己趴下来体验了一下福宝刚才的视角。宋爷爷模仿福宝，让乐宝不要只吃竹子了，
回头看看自己。宋爷爷表示，福宝这个视角看乐宝确实不错。